只要压力一膨胀起来，对，一增压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对，它完全在膨胀，它就内割掉。哦，越远离节气门越好。是因为怕那个热会影响到，对，电脑会影响到它温度太高的话，它的喷油量会降低。那我们通常改车有需要进气改了之后，排气是不是也要做一个相呼应嘛？因为橡胶它有弹性，吸收之后会产生 turbo lag，但是改了铝合金它比较有一个硬度在，空气比较不会膨胀。对，就是我们所谓的牛奶瓶。牛奶瓶，就是放油门的时候，对，节气门关闭，但是空气来不及吸，它就靠这个补强。哦，你觉得差异主要是什么？换挡很顺，换挡变很顺，对，然后起步很有力，所以真的是有差。对，你有贴背感吗？有。欢迎收看脖子解说。哇，这个我们知道涡轮车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 turbo lag。今天刚好来到综合的嘉丰技研嘉丰技研，他们呢刚好今天来了2台 MG 的 HS， 他们2台都要改涡轮管。我们来找一下嘉丰的老板 ，Hello，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各位脖子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小严老板。小严老板，来，刚好我们地上已经摆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这是原厂的涡轮管嘛？是原厂的 MG 涡轮管。刚刚这2台都已经装好了。是 OK， 那我们先从原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，这一段的话是涡轮出力的地方，排气涡轮在这边，进气涡轮在这边，它是经过叶片增压之后，把压力传输到这边，然后再回到前面的cooler。这里接cooler，前面的cooler，再回到节气门里面去，回到节气门，所以它的方向是这样子，然后cooler，然后这样再过来，再上去。对。那原厂的材质它是算什么？矽胶吗？还是原厂的应该是一般的橡胶？一般的橡胶，我们来捏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一般的橡胶比较软，是不是？弹性很软。对，所以才会产生所谓的 turbo lag。对。所以要改硬一点是吗？让它进气的那个增压的压力值能够增压的比较快。是 OK， 而且我看它这个材质有点像，因为脖子自己也有改涡轮管，这跟我们福特原厂的有点像也是差不多的概念。对，因为基本上只要是涡轮车，对，原厂的涡轮管橡胶的部分，大家材质都差不多。其实原厂都差不多，对，是原厂涡轮管的一部分。可以看到它材质比较软，所以空气进去你会发现很容易就膨胀，就会导致我们的 turbo lag 涡轮延迟。而且它里面的这个，它那个编织层。它是只有1圈而已。它这里面是钢丝吗？还是也是钢丝？也是钢丝。对，但是只有1圈而已，所以它会显得很软。对，OK。所以只要压力一膨胀起来，对，一增压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它完全在膨胀，它就内割掉。然后所以比如说我们大概差不多要1500，对，到1800，2500以上才涡轮才会起来。要到2500。尤其 CC 数比较小，像1.5，对，像1.5、1.8， 2.0以下的涡轮的话，对。大概都会这样子。OK， 然后再来就是这一段呢，这一段就是cooler冷却之后接过来的，一样是这个软的，这2个材质是一样的。对，然后因为它也是对应前面的这个角度，所以它也是前面是做这个橡胶的。然后你就注意看，这边比较小，它是故意就再放大。为什么？让前面这边冷却的空气量进去会更多。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大一点？因为它那边涡轮的叶片没那么大。它是要对应涡轮的叶片。对，它要算进气量。进气量出来的位置。所以这里慢慢的就给它放大。对。所以这个丸就是接这个。对。那这个是叫什么？原厂硬管。原厂的硬。那为什么它是硬的，不是软的？它是为了配合原厂的那个角度，但是它不能做整个都是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反而那turbo lag更严重。加上这边这一段。然后再加上这样，然后前面这边还有那个，这个是接什么？空气流量计。空气流量计就是侦测我们进气的温度，跟进气量。对，所以它的这个距离，建议都是会越远离节气门越好。是因为怕那个热会影响到，对，电脑会影响到它温度太高的话，它的喷油量会降低。对，含氧量不高。所以是有它的设计。它原厂就设计在这边。但是为了导流骤腾方向，反正它这边就会做。对啊，它像它这里做这样的目的是什么？它就是要让整个内径管路一致，所以它在凹的时候，它就不能让它变形，它就可以做这一段出来。像这个，这都是这样子。OK， 然后到这里，对，然后到这里面，这是接到节气门，这个是接节气门，对，节气门。所以你注意看，这里面都有皱褶的部分，里面都有皱褶。对，有皱褶。对，它这个也会影响你的进气的导流。那我好奇，像这样算是进气的一环，对，那我们通常改车有需要
进气改了之后，排气是不是也要做一个相呼应嘛？如果以小改的话，小改的部分，我们会建议说中尾段做个小改，让它顺一点、通一点就可以了。哦。然后如果不是带大脚的人的话，是前面的触媒，我们就先不要去动了。哦。为了环保。是。但是改这个其实已经足够以满足原厂的不足了。对。哦。因为通常我们在市区，对，或者是起步1500到2500之间，只要它那个力量能够往前移、往前延伸，这样的话那个力道就涌现的比较快。OK， 懂，是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台的成品。好的，我们先从左边黑色这台，它是装哪一家的？Shimota的。好，那我们来打开引擎盖给大家看一下，排气涡轮的部分。排气涡轮，对，它是进气的部分。这是进气涡轮的部分。它是空气芯，对，空气滤芯嘛，进到涡轮叶片里面，然后排气管增压，然后再从下面这边，它下面那个黑的，我们已经改成硬管了，就是这个嘛，Shimota的硬管，这根硬管，它是什么材质？铝合金，对，它是铝合金的。哦，然后就直接接到下面那一段。在更下面那一段。对，这下面这段这个。OK。能拍到那个？有。它是再接到前面的那个 intercooler。哦。对。哦，然后 intercooler 完了之后，intercooler 这里嘛，对 ，intercooler 完了之后，然后再接到哪里？再从这边，这边。从这边接出来，下面那条黑的是吗？哦，看到橡胶管，对，这个橡胶管，硬的橡胶管，然后再延伸上来，这一条铝合金的，是，然后一路这样子弯，对，然后这我们刚才讲的空气流动器在这边，在哪里？这个位置，空气流动器就在这里，对，它就在延伸上去，那这边硬管是，然后再接一个角度上来，接个 L 型的角度上去，对，所以它设计这里就是避免那个热源去影响到它，对。是的。哦，那像这全部目前看到几乎都是铝合金的材质。对。几乎它可以做到80%。80%。对。所以就是我们刚说的，因为橡胶它有弹性，吸收之后会产生 turbo lag，但是改铝合金它比较有一个硬度在，空气比较不会膨胀。对，持压会比较顺畅。所以改涡轮管最主要改善的点大概是有哪些？一般讲起步会有差，然后再就是我们在放油门滑行的时候，但是如果转速差不多掉到2000以下，突然在加速的时候，对，比如说突然在加速，在往上冲到4000的时候，是这一段的也会有差异，这段那个也会有差异。OK， 对，懂。然后接着反正就这样接过来，接到这节气门的部分。这个节气门了。对，这样直接插去节气门的部分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右边这台。好，右边这台它这次改的是什么牌子？SFJ 是。那它的材质是也是铝合金的，也是铝合金。对，是红色这个吗？对，怎么长得那么特别？它做人家穿是特地烤成红色，还是它本来就有红色？阳极处理。阳极处理的。这一段这个是什么？它连空气芯。它连进气这一段也改了，到涡轮进气这一段是，它连这一段都改了。这段就改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牛奶瓶。就是放油门的时候，对，节气门关闭，但是空气来不及吸，它就靠这个补强，然后另外再补足，再吸进去。再补一点进去就。对。这么特别，蛮特殊的设计。接着我们等一下去路试一下，来看看实际效果如何。好。Teraz Super Sport.对，右转。直走到底再左转。侧向。
觉得差异主要是什么？换挡换挡很顺，换挡变很顺，对，然后起步很有力，很有力。所以真的是有差。对你有贴背感吗？有，我后座超明显。对，所以原本的贴背感没那么明显，没有明显，而且会换挡会顿一下，顿挫感比较大。哦 ，OK。好了，刚刚这个路试完了，那刚好车主也有一个反馈啊，他说这个开起来其实因为原本是涡轮车，所以在换挡上会有那种涡轮车应有的那种顿挫感。可是改完这个涡轮管之后，他说，竟然像 CVT， 有点像那种 CVT 开的感觉，就是很顺很顺，包含起步的时候，踩起来其实也很带劲。哦，那整个换挡也是很绵密的，所以换完之后是真的马上有感哦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来家风来换，因为刚好这2台也是他们目前首批的哦，首批来换这个涡轮管的车友哦，非常的热血。那大家有兴趣来可以找家风，家风有中和跟林口厂，对不对哦？大家有兴趣可以来找他们。那我一样把家风的联络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。那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Apple Pie Mini、Evo 跟 Ultra 好评不断，车上看影片、Netflix 等必备。Focus MK40.5 可使用，只要插上机子，完全不破保固。脖子车友团购优惠中，取货再付款无压力。产品请见下方资讯栏。